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今天咱们要拆一套中共用了多年的抄家手艺，先卸看门人的刀，再开主人家的账。7月15号，四川省公安厅长黄瑞雪刚在南京开完会回到成都，当晚就突发疾病，人没了，只有54岁。5月7号，重庆市公安局长张安江也是官方通报突发疾病去世了，也就是55岁。2个月，2个省级公安一把手，同一款死法，并且他们背后站着的都是公安部长王小洪。黄瑞雪死的第二天，7月16号，国务院一纸任免，把王小洪手下的部长助理谭全免了职。2天之后，这双在部里盯梢王小洪的眼睛直接空降重庆，准备接管张安江留下的公安系统。王小洪的部长帽子还在，可他手里已经只有刀鞘，没有刀了。为什么要急着卸他的刀？因为有人要撬第一家族的保险箱了。7月14号，前广东省长马兴瑞被双开。仅仅5天后，也就是昨天礼拜天，中纪委突然宣布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欧阳卫民落马。马兴瑞在广东曾经管过大项目，后来的欧阳卫民曾经执掌全国管政策性贷款，中纪委这叫顺藤摸瓜，一路摸到了深圳。当今皇上的亲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当年就是在深圳这块宝地空手套白狼，拿下了最繁华的地铁黄金物业，背后都离不开马兴瑞的地方项目和欧阳卫民负责的政策性资金。这次去世的黄瑞雪不是普通地方公安干部，他长期在公安部的办公厅工作，当过部党委秘书、办公厅主任，是部长身边的大管家。郭声琨、赵克志、王小洪3任部长，大量内部文档和人事关系都从他手里过。2022年6月，王小洪正式出任公安部长。同一个月，黄瑞雪被任命为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这个安排很符合王小洪的用人方式，把在部里跟随多年的大管家外放到人口大省北京掌握总系统，四川有人掌握地方刀把子，中央和地方之间就有了一条可靠的联络线。7月14日、15日，王小洪在南京主持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各省公安一把手集中到场。黄瑞雪开完会回到成都，当晚去世。四川公安系统失去了一名与王小洪联系极深的负责人。重庆的张安江已经先走了一步，5月7日突发疾病去世，他留下的重庆市公安局长位置空了2个多月。7月16日，谭全被免去公安部部长助理。7月18日，他出现在重庆。谭全进入公安部领导班子只有9个月，没有在公安系统中建立足以独立成派的地盘，更像一名根据上级安排执行任务的技术型干部。把这样的人留在公安部，可以观察王小洪，把他调到重庆，可以接管张安江留下的系统、案子和关系网。四川和重庆原来有2名与王小洪关系密切的干部掌刀，现在一人去世，一人留下空位，接管者开始换成另一套人马。地方公安不再能够保证只按王小洪的命令行动。广东也出现了同类变化。墙外消息称，广东省公安厅长刘国洲在7月12日前后被停职控制。刘国洲在王小洪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时，负责北京公安系统的组织人事。后来他被调往深圳担任公安局长，再升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刘国洲一旦从这个位置上出事，过去有人举报7家项目，是谁不让立案，谁提前给相关公司报信，下面的人为了自保，就可能一件件交代出来。王小洪今年的另一处反常发生在东南亚。4月，中方高层前往柬埔寨，公开议题包括打击跨境电信诈骗。外交部长王毅去了，国防部长董军去了，主管跨境犯罪的公安部长王小洪却没有进入柬埔寨。据称，他那个时候正被中纪委叫去问话。7月18日，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亲口宣布双方将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过去公安系统可以把电诈问题处理成普通跨境犯罪，现在最高领导人把它写进了中检首脑会谈。
调查人员如果继续向上追查，园区的中国保护人就有了公开的政治名义。而墙外长期指认王小红，他本人就是东南亚跨境黑产的总后台，柬埔寨、缅甸的电诈园区都在他的保护网下面。四川的旧管家突然去世，重庆的空位由谭全接管，广东公安厅长传出被控制，柬埔寨电诈保护链被提升为首脑会谈议题。这些动作落下以后，王小红仍然可以主持会议，陪同外宾也仍然可以以公安部长身份公开露面。可下面的公安厅长已经无法确定王小红还能不能保护自己。中共的刀把子真正开始换手了。拆掉公安网只能阻止有人继续压案和报信，要打开深圳的项目和金融档案，还需要控制广东的人事权、地方政府和关键城市。这项工作并不是马兴瑞双开以后才开始，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夏天，广东最重要的几个门口已经陆续换人。第一个被拆掉的是马兴瑞在广州的人马郭永航。马兴瑞担任广东省长期间，郭永航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掌握广东省会的人事、项目和地方资源。今年3月，郭永航被宣布调查，省长的大秘做到省会市委书记，意味着他不仅知道马兴瑞做过什么，还能调动一整套地方干部替马兴瑞处理后续问题。郭永航被拿走，马兴瑞在广州最可靠的传话人和协调人首先消失。随后，广东来了2名没有本地根基的干部，胡帆出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长控制的是全省干部的入口和出口，谁升任厅长，谁调任市委书记，谁进入省委常委，谁的考察材料送往北京，都要经过组织系统。过去广东地方干部判断前途要看黄坤明的态度，胡帆进入以后，广东干部必须先考虑自己的材料最终会被谁送到中央。这等于把广东黄坤明手里的官帽子收走。省委书记黄坤明仍然可以主持会议，却不能保证自己提名的人一定升上去。厅长、市委书记仍然可以公开表态忠诚，却不能保证过去的靠山能挡住组织调查。第2名外来干部靳磊被放到了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深圳集中着大型国企、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项目、港澳资本通道和特区政策。齐桥桥、邓家贵的核心商业资产也长期落在深圳。把一个没有深圳老关系的人放到市委书记位置，产生的效果非常具体。市属国企必须向新书记交账，人事材料可以重新整理。过去有本地关系压住的项目，能够换一批人重新调卷。外来的组织部长接管了广东的官帽子，外来市委书记接管了深圳的保险柜。这之后，调查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展开。6月13日，喻小平被查，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人保副总裁。真正与深圳有关的履历是曾经连续7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6月22日，戴北方被双开，他曾经是深圳市政协主席，退休后还担任深圳市慈善会会长。政协、慈善会是官员、商人和社会资金相互接触的重要场所。7月17日，王强被查，他过去是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接触的不只是民主党派，还包括民营企业家、港澳人士、商会和社团。一个掌握政策性贷款，一个掌握政协及慈善关系，一个掌握商人、港澳和统战网络。这些案子他们调查的入口刚好覆盖了深圳的隐蔽资金最常经过的几道门。至于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墙外几个月来一直流传他正在接受调查或受到限制。虽然目前没有公开公告证明他已经被立案，但是你看，组织部长换了，深圳书记换了，马兴瑞的人马倒了，公安厅长又传出被控制。黄坤明即使继续公开露面，也很难向下面的人证明他还能真正的保住谁。说到这里，咱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的节目由普瑞堂支持。最近不少朋友问黑参怎么选，普瑞堂的明星产品是选宝黑参原参，它有口服液和完整的黑参2种。单根黑参可以自己切片泡水，也可以直接含服。
一根大约可以慢慢吃1个星期，适合平时长期放在家里，给身体打打底子。普瑞堂现在给江风世界的观众准备了优惠，单笔订单满$500，赠送1整根黑参原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下单时记得使用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产品链接和活动说明我放在本期视频的说明栏里。好，回到今天的故事。马兴瑞4月3日被调查以后，办案人员就已经可以查他在深圳和广东经手过的项目、提拔过的干部以及与他有关的资金往来。7月14日双开，说明马兴瑞本人的主要问题已经查得差不多，案件准备移送司法。5天以后，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欧阳卫民被查，2个人的履历放在一起，办案人员要查什么已经很清楚。马兴瑞当过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知道哪些大项目是谁提出来的，谁批的地，谁安排国企合作，哪些干部替某些企业开过门。欧阳卫民当时先后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和广东省副省长，后来又当上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他知道这些地方项目怎样拿到政策性贷款，谁打过招呼，银行给了多少钱。接下来就可以核对马兴瑞点头上的那些工程到底给过多少贷款，最后又便宜了谁。深圳这一端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喻晓平。2003年至2010年，他连续7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上任后，国开行深圳分行与深圳市政府签下300亿元授信，仅龙岗区又获得198亿元。到2004年，深圳市政府甚至聘请国开行深圳分行担任财务顾问。就在这段时期，齐乔乔、邓家贵控制的远维实业拿下了深圳东门老街地铁站上盖物业。2004年项目立项时，深圳地铁集团持股60%，远维实业持股40%。2011年11月，大楼接近完工，马上就要开始收租，深圳地铁却把手里的60%股份全部转给远维实业。最花钱、风险最大的时候，国企占大头。等到项目快赚钱了，国企退出，齐家接走全部股权。2012年，彭博社根据工商资料披露了这笔资产变化。办案人员现在已经可以把3个人的材料放在一起，问马兴瑞这个项目是谁批的，问喻晓平深圳分行给相关地铁、地产和地方平台放过多少钱，问欧阳卫民这些贷款后来在国开行总行怎样处理。只要这几样东西被拿到，会变成一套非常具体的安排。政府修地铁，银行提供资金，国企承担前期风险，等项目开始赚钱，领导家属接走股份和收益。王小红的公安网为什么要先拆？因为这些文件还没有摆上桌以前，只要有人提前报信，相关公司就有时间转钱、换人、销毁材料。所以先让看门的人失去报信和压案的能力，再去调银行账、国企账和公司账。到这一步，马兴瑞只是第一个必须交出项目名单的人。欧阳卫民和喻晓平，他们的作用是把马兴瑞批过的项目与国开行给过的钱对上。最终要面对问题的是拿走那栋楼，拿走60%股份，拿走20年收益的第一家族。这家人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任何通报里，但是查案的人已经走到他们家门口了。哪天敲门，咱们一起看。这里是江风世界，我们下期再见。